我负责给公司采购下午茶，人均20块。但新来的实习生在群里质疑我，一点水果点心要20块，你吃了多少回扣？给我5块预算，我能让大家吃到扶墙出去。老板居然觉得他说的对，把差事交给了他。然后我家小卖铺赚翻了。周一下午3点是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我作为公司行政，把精心搭配好的鲜切芒果、秦王葡萄，还有从5星级酒店订的拿破仑蛋糕摆在会议长桌上摆开，顺手拍了张照片发进群里。紧接着群消息就响了，谢谢珍姐，今天的水果看起来好新鲜。拿破仑真是永远的神，珍姐太会买了，人均20的预算能买到这种品质，优秀姐真的逆天了。大家喜欢就好。正当我准备给自己拿块蛋糕时，群里突然蹦出一条格外扎眼的消息，是新来的实习生柳如烟，她还附上了一张图片，是用软件把我刚发的照片局部放大，圈出了那一小碟芒果和几块蛋糕。那真优秀，珍姐，这就是咱们公司人均20标准的下午茶吗？不是我说话直哈，就这点水果和点心，超市里撑死也就7、8块钱的成本吧。人均20，这里面有多少是？大家懂的都懂。什么意思？他在暗示我智慧扣吗？我知道公司现在讲降本增效，我们做员工的更应该体谅公司。给我5块钱预算，就5块，我保证明天让大家吃到撑，水果管够，零食管饱。下面紧跟着几个拼细细的商品链接：9.9包油爆辣辣条10袋，07面包买1送1，色素果冻第2件半价。柳如烟，公司下午茶讲的是品质和卫生，我合作的都是正规供应商，有发票和质检报告。字还没打完，一个我万万没想到的人跳了出来。小刘这个想法很好嘛，年轻人就是有冲劲，有成本意识。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我们该节约一点。小镇啊，你这人均20是有点高了。大无语事件，老板居然认同他，谢谢老板对我的全肯定，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把公司的钱当成自己的钱来花，坚决杜绝任何浪费和灰色空间。全体成员从下周开始，公司下午茶采购交给实习生刘如烟负责，预算暂定人均5元，大家鼓掌欢迎。也感谢真优秀同志前期的付出。老板大气，把这活儿交给柳如烟简直是明智之选，谢谢老板。期待如烟为我们准备的下午茶。那些刚才还在夸我的人，此刻仿佛集体失忆，没人替我说一句话。我将打好的那段解释一个字一个字的删掉了。下班时间一到，我第一个冲出了公司，马不停蹄的去了真记便民超市，这正是我妈开了20年的小卖部。优秀回来了，今天下班这么早？等等，你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工作不顺心？没事，不行就回家来，爸妈这小店还养得起你。就在这时，一个熟悉又刺耳的声音冷不丁在店门口响起：老板娘，你店里这辣条怎么批发的呀？多少钱一包？柳如烟，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这条街离公司有一段距离，并不顺路啊。我下意识侧过身，借助货架的遮挡躲避他的目光。小姑娘，要批发辣条啊？这种5毛一包，量大的话还能便宜点。5毛？老板娘，你骗鬼呢？像这种9块钱能买20包，折下来一包还不到5毛。那是电商补贴，我们实体店要算房租水电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公道了。3毛一包，我先要100包。小姑娘，3毛我真要亏本了。亏什么本啊？这种东西成本才多少？你别以为我不懂。再说了，我要是拿得多，以后就是我们公司的固定采购点了。我们公司好几十号人呢。我妈下意识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赶紧对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先按兵不动。我妈虽然疑惑，但什么也没多说。3毛真不行，最低4毛5，不能再少了。4毛？这个面包什么时候过期？哎，还有3天，这种临期的你怎么卖？还有这些饮料都快积灰了。她像个巡视领地的女王，在我家店里指指点点，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挑剔和贬低。柳如烟这副嘴脸和下午在群里那个慷慨激昂为公司省钱的实习生，简直判若两人。老板娘，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这些东西你堆着也是堆着，不如便宜点处理给我，我帮你清库存，怎么样？这些都是正规商品，只是日期没那么新鲜了。哎呀，日期不新鲜不就是快过期了吗？吃又吃不起人。这样，这些临期的你都给我，辣条我就按4毛算，怎么样？吃不起人，他怎么敢用这些东西去应付公司同事的下午茶？看样是时候该我登场了。妈，有客人啊！柳如烟看到我，脸上瞬间闪过一丝慌乱，但立刻被她掩饰过去，换上了那种假模假样的热情。珍姐，这要巧，这是你家开的店吗？对啊，我家店小，东西可能没大超市那么花哨，但都是正经货源。哎呀，珍姐你怎么不早说呢？早知道是你家开的，我还砍什么价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珍姐，老板把下午茶采购的活儿交给我了，我正愁找不到物美价廉的地方呢。这下好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是吗？那挺好的，不过我家店小，可能满足不了公司的需求。满足的了，
我就需要这种接地气的。珍姐，你放心，我肯定照顾你家生意。老板娘，既然珍姐在这，那价格就按你说的4毛5一包吧。辣条先来100包，再把那些临期的面包、饮料什么的都给我装上点。我妈看着我，用眼神询问，我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既然他要作死，那我没有不助力的义务。那真是谢谢你了，帮我们清库存。妈，柳如烟是我同事，给她算便宜点，辣条就4毛吧。那些临期的看着给搭点，别让柳如烟难做。珍姐，你太客气了，还是你懂我，咱们都是为了公司好吗？我妈虽然不明白我想干什么，但还是配合着给柳如烟配了货，1大箱辣条，几十个临期面包，还有若干颜色鲜艳的廉价饮料。结账的时候，柳如烟看着那个远远低于她5块人均预算的总金额，脸上是压不住的得意和算计。珍姐，老板娘，那我就先走了，以后咱们可要长期合作了。优秀，这怎么回事？这姑娘是你同事，她说的采购是怎么回事？妈，她的确是我同事。我把下午公司群里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她。我妈听完，气得脸都白了。这什么人啊？这不是欺负人吗？你怎么还让我按便宜卖给他？妈，他不是想省钱吗？不是想表现吗？咱们就帮他一把，让他省个够，让他好好表现，可劲儿买这些便宜货。我倒要看看他用这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能搞出什么名堂，到时候搬起石头砸的是谁的脚就不一定了。你这孩子，这不是惹麻烦吗？妈，麻烦不是我主动想惹的，是人家骑到我头上来拉响了，他不忍就别怪我不义，这事儿没完。第二天下午，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氛，大家都在猜测柳如烟用5块钱预算能变出什么魔术。下午茶时间一到，柳如烟和另一个被他拉去当壮丁的实习生抬着2个大纸箱，意气风发地走进了会议室。来，下午茶来了，大家别客气。柳如烟声音洪亮，带着一种快来夸我的急切。同事们好奇地围了上去，然后所有人都愣住了。纸箱里是堆得满满的，包装花里胡哨的辣条，旁边是散装的面包，包装简陋，生产日期模糊，看起来软塌塌的，还有几大瓶山寨包装的果汁饮料，颜色艳得像化工颜料。我没看错吧？这是雷碧。这能吃吗？怎么不能吃？这都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可好吃了，又实惠又管饱，大家快尝尝。他热情地拿起1包辣条，塞给离他最近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拿着辣条，表情尴尬，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老板也闻讯走了过来，看着一桌子的辣条和廉价面包，皱了皱眉。刘如烟，这就是你准备的下午茶吗？是的，老板，您看，预算严格控制在了5元以内，还有富余，这些东西量大实惠，大家都能吃饱。柳如烟，这辣条会不会不太卫生啊？而且全是辣的，有些人吃不了呀。张哥，你这就不对了，公司花钱是让我们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吃的东西不错了，还挑3拣4，要注重性价比，不比那些华而不实、虚高价格的东西强。他说虚高价格的时候，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我这边，几个平时跟他走得近，或者想巴结老板的员工开始附和。是啊，柳如烟也是为公司省钱，偶尔换换口味也挺好。来，我尝尝辣条，好久没吃了，回忆一下童年。有人带头，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象征性的拿一点。我看着平日里注重养生、喝下午茶都要算卡路里的女同事们，对着那油汪汪的辣条面露难色。有胃病的同事老李看着辣条直摇头。整个会议室弥漫着一股廉价的香精和辣味，柳如烟却浑然不觉，还在那里洋洋自得地介绍那些东西，甚至拿起1包从我家买的辣条，撕开吃得啧啧有声，好像是什么人间美味。这个面包可软了，这个饮料可甜了，大家放心吃，不够我再去买，管够。尽情表演吧，现在吹得越响，将来摔得就越惨。我已经能想象到当同事们得知真相后会是什么表情，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这家小卖部是我家开的时候，那场面一定很有趣。柳如烟的辣条下午茶在公司里掀起了一场无声的海啸，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好几个同事顶着红肿的痘痘来上班，厕所的使用频率明显增高。负责清洁的保洁阿姨在茶水间小声抱怨，说垃圾桶里全是辣条包装袋，油渍很难清理。私下的小群里，抱怨声开始多了起来。我的天，昨天吃完那辣条，我半夜胃疼的打滚。我也是，脸上爆痘，这周还怎么见客户啊？那个面包一股出油味，我咬了一口就扔了。5块钱就给我们吃这个，还不如折现给我。但这些话没人敢拿到明面上去说，因为柳如烟把自己打造成了成本控制英雄。每次有人稍微流露出不满，他就立刻进行职场脱和道德绑架，甚至把每周为公司节约 XXX 元下午茶成本写进了自己的实习周报里，抄送给了老板。老板还在周会上还特意表扬了他。下班后，我直接回了家的小卖部，我妈正在清点货物，看到我叹了口气。优秀，你们公司那个小姑娘今天又来了。她又来砍价了。
何止是砍价，简直是把人往死里逼。原来柳如烟尝到了甜头，又跑来说要扩大采购品种，给同事们改善伙食。但她所谓的改善，就是寻找更便宜、量更大的垃圾食品。这个薯片快过期了吧？便宜点，1块钱1包，我全要了。这还有半个月才到期呢，进价都不止1块。半个月不就是快过期了吗？你不卖给我，过期了就只能扔了。我这是帮你。还有这些散装饼干也都是临期了吧？老板娘，你做个好人，这些赠送给我算了，反正你们也要处理掉。小姑娘，这些东西虽然日期不那么新鲜了，但也是正规商品，不能白送你。怎么不能白送？我这是在帮你们清库存，你们得感谢我。这样吧，这些饼干再加上那边几箱快过期的饮料，你一起算我50块，不然我就去别家买了。我看着我妈学学那憋屈的样子，都能想象出柳如烟当时那副尖酸刻薄的嘴脸。妈，你答应他了？按你说的，最后亏本卖给他了，优秀。妈这心里总不踏实，咱们这不是在帮着他害人吗？你们同事吃了这些东西，万一吃出什么事儿？妈，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他买这些东西离真正过期还有段时间，吃了1、2次大概率吃不出大问题，顶多就是口感差，拉肚子。我要的是让大家慢慢积累怨气，看清他的真面目。而且不让他买这些，怎么抓得到他的把柄？怎么让他原形毕露呢？妈，以后柳如烟再来采购，单据都留好，特别是她专门挑临期、压价，甚至索要赠品的对话，有机会就用手机录下来。还有，你可以无意的向她透露一些内部消息，比如有一批果汁因为包装有点磨损，但其实质量很好，可以极低价处理。再比如，仓库里还有一些去年积压的节日糖果，颜色没那么鲜艳了，但绝对没变质，几乎可以白送之类的。果然柳如烟上钩了，她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每次来都两眼放光，追着我妈问还有没有这种处理品。她的下午茶菜谱也越来越丰富，周一辣条配受潮饼干，周二临期薯片搭色素果冻，周三就是那些包装磨损的果汁和积压糖果。公司同事的抱怨声越来越大，直到周五下午，我正准备下班，同部门的设计师赵姐悄悄拉住了我。优秀，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赵姐，怎么了？就是柳如烟买下午茶的事，她这根本不是在省钱，是在害人。我手下有个新来的实习生，昨天吃完下午茶就开始上吐下泻，去医院检查是急性肠胃炎，医生问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好几个同事都反映肠胃不舒服，只是没这么严重。柳如烟她到底从哪里买来的这些三无东西？唉，赵姐，我也不瞒你，柳如烟采购的地方我知道是哪里。是哪儿？是我家开的小卖部。什么？你家开的？那你……我不是供应商，柳如烟事先并不知道那是我家店，她是自己找过去的，为了压价，专门挑最廉价临期的东西买。我妈实在拗不过她。我就知道这丫头心太坏了，用这些东西糊弄大家，还能把自己标榜得那么高尚，她这是踩着大家的健康给她自己铺路啊！优秀，这事不能这么算了，得告诉老板。赵姐，没用的，我们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同事生病就是因为下午茶，柳如烟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说是个人体质问题，而且老板现在正欣赏他的成本意识呢，恐怕也听不进去咱这些实话。那怎么办？就眼睁睁看着他这么胡作非为？当然不，赵姐，我需要你帮我个忙。你尽管说。你人缘好，私下里多留意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同事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像发票、聊天记录这种实在的证据。柳如烟这么搞，肯定不止在下午茶这一件事上贪便宜，我们等她尾巴露得再长一点。好，我帮你留意着，这丫头一看就不是安分的主儿。对了，你看这个，这是我昨天无意中拍到的。我接过手机看了看，照片有点模糊，像是在商场柜台偷拍的，但能看清是柳如烟正在刷卡买单，而她手里的那个小票抬头赫然是我们公司的全称，而她买的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包包。用克扣大家下午茶省下来的钱去给自己买奢侈品，真是贪得无厌，无耻到了极点。我昨天陪朋友去逛街，碰巧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偷偷拍了一张。优秀，这算不算证据？算，太算了。这不仅仅是证据，这是能把柳如烟彻底定死的铁证。周一早上，我刚进办公室，就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氛，几个女同事围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什么，眼神时不时向柳如烟的工位。只见她今天格外惹眼，穿了一身崭新的、质感明显不错的套装，而最扎眼的是她桌上那个崭新的奢侈品手提包。看到我进来，柳如烟立刻扬起声音，语气带着刻意掩饰的得意：“哎呀，珍姐早啊！你看我这个包怎么样？我男朋友非要给我买，说了不要不要，真是的。”她抚摸着包上的皮革，动作做作，
旁边的女同事小李羡慕地说：“如烟，你男朋友真好，这包不便宜吧？还好啦，也就万把块钱吧。他说我上班辛苦了，犒劳我的。小六啊，背这么贵的包来上班，是不是有点太招摇了？”王哥，这你就不懂了。包是门面，代表一个人的品味和阶层。我们虽然是为公司打工，但也不能太掉价，免得被人看清了。他说着，目光轻飘飘地扫过我放在工位旁边的用了2年的普通的通勤包。几个原本还有点羡慕的女同事，表情也变得有些微妙。这时，赵姐端着水杯路过，冷笑一声，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的人听见。哟，这包是挺好看，不过小柳啊，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大方，用公司的钱给你买包，眼都不眨一下。赵姐，你胡说什么？这包是我男朋友用他自己的钱买的。我上个周末在国金中心，好像看见有个背影跟你挺像的人在专柜刷卡，小票抬头写的好像是咱们公司名啊，难道是我眼花了吗？你血口喷人，肯定是看错了，那根本不是我，你凭什么污蔑我？柳如烟的声音很大，试图用音量掩盖心虚，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了过来，老板也被惊动了，从独立办公室里探出头。吵什么呢？这是上班时间。老板，赵姐她污我，她说我用公司的钱买包，我没有。有这回事？我就随口一说，可能真看错了。小柳，你别激动嘛。他没再继续纠缠，回了自己工位，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果然，接下来同事们看柳如烟的眼神多了许多探究和怀疑。柳如烟显然也感觉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一整天都坐立不安。那个包被他塞到了桌子最底下。下午，他主动在群里发消息：“这周的下午茶，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好好改善一下伙食。”但没人接他这话。我们私下的小群仍旧在讨论这件事。我的天，赵姐说的是真的吗？她用公司的钱买包，怪不得下午茶给我们吃辣条，钱都省下来给自己买奢侈品了。我就说嘛，她那个男朋友听都没听说过，突然就这么大方，真恶心，又当又立。下班后，我故意磨蹭到最后，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柳如烟果然凑了过来，脸上堆着假笑。珍姐还没走啊？有点事。珍姐，今天赵姐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肯定是误会了。我家条件其实还行的，我男朋友对我也好，你不用跟我解释。珍姐，我知道之前接手下午茶的活，你可能有点不高兴，但我真的是为了公司好。你看，这周我打算弄点好的，给大家改善一下。哦，怎么改善？我找到一批特别划算的进口肉脯和高级卤蛋，价格比市场价低好多，保证让大家吃好。以他的德性，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在哪找的货源？可靠吗？可靠，就是你妈妈帮我介绍的，说是一个批发商清库存，价格特别低。我妈介绍的，她肯定不会主动介绍不靠谱的货源，肯定是柳如烟又去软磨硬泡。我妈无意中提到了可能有这么个渠道，她就如获至宝的盯上了。我已经能想象到，肯定是些积压已久、临近保质期，甚至可能储存不当的食品。珍姐，你看，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你能不能跟你妈妈说说，再帮我压压价，或者多送点别的东西给我？这次的下午茶很重要，我得让那些人把嘴都闭上。这我也不好插手店里的生意啊。不过既然是公司要用，我回头跟我妈说说看吧，但成不成，我不敢保证。谢谢珍姐，老板娘人那么好，肯定会答应的。接下来的几天，柳如烟像打了鸡血，而且她不再遮遮掩掩，那个包又被她堂而皇之的放在了显眼处，甚至在群里提前造势。各位亲爱的同事，本周五的下午茶将是历史性的一刻，本人呕心沥血，为大家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下面配着几张光线昏暗但看起来内容丰富的照片，成堆的独立包装肉脯，色泽诱人的卤蛋，甚至还有几样看起来不错的水果。进口肉脯，星级酒店同款卤蛋，新鲜水果拼盘，人均预算依然严格控制在5元以内，敬请期待。尊嘟假嘟，5块钱能吃这么好吗？柳如烟，你有点东西啊！期待，终于不用吃辣条了。群里很是热闹，赵姐却跑来私聊了我。优秀，他这搞的什么名堂？那些东西看着就不对劲。静观其变，他这次玩得太大了。那些进口肉脯大概率是快过期甚至已经变质的处理品，卤蛋可能是小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水果估计也是某个水果批发市场清仓的尾货。周五下午2点半，柳如烟和几个被他拉来帮忙的实习生就开始兴师动众地布置会议室。长长的会议桌上铺了一次性桌布，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食品，大量的独立包装肉脯堆成了小山，卤蛋用精美的盘子装着，水果拼盘虽然刀工粗糙，但量确实很大。3点整，同事们怀着好奇和期待涌入会议室。哇，今天这么丰盛，看着不错啊。如烟，可以啊，这次真下血本了。大家别客气，放开吃，管够，我说到做到，5块钱一样能让咱们享受高品质的下午茶。我拿起一块肉脯，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喷码有些模糊，
但还是能勉强看出，距离保质期只剩不到1周。卤蛋的包装简陋，连个像样的生产厂家都没有。水果闻着有一股不太新鲜的熟过头的气味，但同事们已经被前几周的辣条折磨坏了。看到这些硬货，纷纷动手开吃。这肉脯感觉味道有点怪啊。好像是有点，不过还算能入口。这卤蛋倒是挺入味，水果也挺甜的。柳如烟听着大家的称赞，下巴扬得更高了。老板看到这丰盛的场面，满意地点点头。小柳，这次搞得不错嘛，看来把采购交给你是正确的决定。谢谢老板的肯定，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以后肯定会争取做得更好。好，大家吃啊，别愣着了，小柳辛苦准备的。老板自己先拿起一块点心，咬了一口，他嚼了2下，脸上的笑容就淡了，放下点心，端起茶水猛喝了一口，皱着眉说：“这味儿不对啊，有点出油了。”老板，这就是这个味儿。这果汁也没个标签，是山楂味的吗？闻着好像有点酸。是啊。下午4点半左右，距离下午茶结束刚过1小时，先是坐在我对面的小王，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捂着肚子直接冲向了厕所。紧接着，同事们纷纷捂着肚子说道：“我也不舒服，想吐。我肚子好痛。我的天，我头好晕，怎么有2个柳如烟？”刚才还其乐融融的气氛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呻吟和慌乱。只见有人趴在桌子上，有人痛得弯着腰直不起来，更多的人争先恐后的冲向厕所，门口很快排起了队。咱们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吃坏东西了？肯定是下午茶的问题。大家别慌，可能是巧合，或者是个别人肠胃不好。他的话音刚落，平时身体最壮实的司机老刘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场面彻底失控，呕吐物的酸臭味加上此起彼伏的痛苦呻吟，一时间整个公司乱了套。叫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啊！刘如烟，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哪里买来的东西？我不知道啊，这些都是正规渠道，很便宜买来的。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刺破了办公楼的宁静。最终，包括老板在内，超过一半吃了下午茶的同事被紧急送往医院，医生初步诊断是集体食物中毒。公司里一片狼藉，剩下的人人心惶惶。柳如烟像一尊石雕定在原地，脸色惨白，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怎么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应该啊！”柳如烟，这就是你所谓的历史性的一刻吗？是你，真优秀，一定是你搞的鬼！这些东西都是从你家小卖部买的渠道，是你和你妈合起伙来陷害我！柳如烟的尖叫声在空旷而狼藉的会议室里回荡，格外刺耳。她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把所有恐惧和罪责都泼向我，完全还有半点平时的清纯模样。剩下的没中毒或症状较轻的同事，以及匆匆从医院赶回来的老板，目光都聚焦在了我身上。真优秀，刘如烟说的是真的，这些东西的货源跟你家有关。老板就是他家开小卖部的，他因为我接了他的工作怀恨在心，就故意让他妈介绍这种劣质货源给我。他是存心要搞公司的下午茶，让我背黑锅啊！我的天，原来是内斗啊！我就说嘛，怎么可能那么便宜？真优秀，这心思也太深了吧，连累这么多人。柳如烟，你少血口喷人，优秀根本不是那种人，分明是你自己贪便宜净买烂货。赵姐，你当然帮他说话，你们是一伙的。场面一片混乱，我始终没有说话。等柳如烟的表演告一段落，所有人的目光再次集中在我身上，我才语气平稳地开口：“老板，柳如烟说的部分属实，这些食品的货源确实是通过我家小卖部联系的。”这话一出，满座皆惊，连赵姐都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我。老板，你听到了吧？他承认了，就是他，必须让他承担所有人的医药费、误工费。但是关于合伙陷害、故意提供劣质货源的说法是污蔑，我有证据。证据？你能有什么证据？我没再说话，而是径直走向会议室的投影仪，连接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柳如烟想冲过来阻止，被旁边一个男同事拦住了。投影亮起，我点开了一个视频文件，监控画面清晰度很高，是我家小卖部收银台的角度。老板娘，这种破包装的肉脯肯定没人要了，你再便宜点。还有没有日期更早的？反正吃不喜人，能省一块是一块。小姑娘，这都快过期了，不好吧？哎呀，有什么不好的？吃进肚子都一样，快点，便宜点，我都要了。视频不长，但柳如烟那副刻薄、贪婪、对食品卫生毫不在意的嘴脸暴露无遗。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柳如烟的真实嘴脸惊呆了。这是剪辑的，是假的。别急，我还有证据。我又点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柳如烟多次在我家小卖部采购的票据存根，上面明确写着商品名称、数量和低到令人发指的价格。那些辣条、临期面包、廉价饮料的价格一目了然。5块钱预算，柳如烟，你实际采购这些豪华下午茶的人均成本连1块5都不到吧？剩下的钱呢？去哪了？你胡说，你伪造票据。最后，我点开了赵姐拍的那张照片，将小票局部放大，时间正是她开始负责采购后不久，金额将近1万块。
用克扣大家下午茶省下来的，甚至可能虚报的钱，去买上万元的奢侈品包包。柳如烟，这就是你所谓的与公司共度难关，这就是你的成本意识。刚才还在帮柳如烟说话或怀疑我的人，此刻全都用愤怒、鄙夷的目光射向他。太恶心了，原来他这么坏。把我们当猪喂省下钱，自己去买奢侈品包，食物中毒啊！这么多人进医院，就是犯罪。柳如烟滚出公司。群情激愤，老板脸色铁青，他死死盯着柳如烟，眼神像要杀人。而柳如烟在这些证据和指责面前彻底崩溃了，他瘫坐在地上，脸色灰败。突然，他像疯狗一样抬起头，赤红着眼睛指着我，又指向所有人：你们没一个好东西，还有你真优秀，开个破店卖垃圾，你们合起伙来整我，我要举报，我要去举报你家卖三无产品，我要让你们都不得好洗。真是，报警吧，联系法务，起诉他职务侵占，让他滚。很快2个保安上来把柳如烟架了起来，在被拖出会议室门口的那一刻，他回过头，眼神死死地定在我身上。真优秀，你等着，我跟你没完。最终柳如烟因为涉案金额不大，且是初犯，在家人赔偿了公司部分损失并取得谅解后，暂时免于刑事处罚，但留下了案底，职业生涯算是彻底毁了。他也彻底撕下了所有伪装。第2天下午，我正在公司处理柳如烟留下的烂摊子，突然接到我妈带着哭腔的电话。优秀，不好了，那个柳如烟来店里闹事了。妈，你别急，我这就赶回去。赶到店附近，远远就听到柳如烟尖利刺耳的声音：黑店卖三无产品，坑害消费者，大家都来看看啊！就是这家店卖过期食品，害得我们全公司食物中毒。这种为良心的店，迟早倒闭。你胡说八道，我们家的东西都是正规渠道进的，是你自己非要买最便宜的临期品。胡说八道，就是你们以次充好，不然怎么会那么便宜？你们就是黑心商家，大家千万别上当。真优秀，你来的正好，你们母女俩合伙坑我，现在我没工作了，你们满意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你们也别想好过。柳如烟，法院怎么判的？你自己清楚。你再在这里无理取闹，我就报警了。报警？我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天天来，我看你们还怎么做生意。接下来的几天，柳如烟像上班一样准时，天天来店里报道。有时是口吐芬芳，有时是堵在门口，对想进店的顾客说这家店的东西吃坏了人，有时甚至带着油漆，想在卷帘门上喷字，被邻居及时发现制止。帽子叔叔来了，他暂时消停，帽子叔叔一走，他又变本加厉。这种骚扰构不成严重拘留，只能批评教育。我家小卖部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多老顾客都不敢来了。我妈愁得吃不下饭，一下子老了很多。妈，对不起。优秀，不怪你，是那个人太坏了，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这天下午，柳如烟又来了，这次他还带了2个穿着制服的人，是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就是这家店卖不合格食品，这是我的举报材料。麻烦出示一下证件，我们要检查。我妈赶紧拿出所有的进货单、质检报告，柳如烟却在一旁阴阳怪气。谁知道这些单子是不是假的？你们可得好好查查，特别是那些角落里的，过期没有，有没有老鼠屎。检查人员仔细查看了各项单据，又抽查了一些商品，并没有发现明显问题。目前看，手续是齐全的，商品也在保质期内。怎么可能？他们肯定藏起来了。你们再看看仓库，再看看那些散装的东西，肯定有问题。仓库重地，你不能进去。我怎么不能进去啊？我就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黑心货。柳如烟，你干什么？给我离开这里！你们看到了吧？他们做贼心虚，不让我检查，肯定有鬼。他说着，又试图绕过我往里冲。混乱中，他推了我妈一把。我妈猝不及防向后倒去，撞在后面的货架脚上，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死死地捂住胸口，呼吸急促。妈，你怎么了？妈，你别吓我，完了，是心脏病发作了。我赶紧拿出手机打120。柳如烟见状想要溜，我赶紧让那2个没反应过来的工作人员拦住他。没多久，救护车赶到。柳如烟，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偿命。后来，我妈被诊断为应激性心脏病发作，伴有腰椎软组织严重挫伤，需要住院观察。即使出院，也要静养很长一段时间。我爸第一次在我面前掉了眼泪。柳如烟因为故意伤害被拘留了，但这远远不够，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还有我家小店名誉的损失，以及我妈所受的苦楚，不是一次拘留就能抵消的。而且以柳如烟那种偏执的性格，就算放出来，她也绝不会善罢甘休。我必须要先发制人。我妈情况稍微稳定后，我回了店里，几天没开门，货架上落了一层薄灰，门口还有当时混乱留下的痕迹，显得格外萧条。很快，附近的学校到了下课时间，几个常客学生跑到店门口，看到关门，脸上满是失望。小卖部今天没开门吗？我还想买辣条呢。那个阿姨是不是生病了？
柳如烟在网上泼脏水，说我家的东西是三无产品，是坏人。但真正的口碑，在街坊邻居心里，更在这些吃了我们家零食长大的学生们心里。店里暂时有姐姐来看店，想买什么进来吧，今天给你们打8折。学生们欢呼雀跃地涌进店里，我一边给他们结账，一边装作不经意地问：同学，你们经常来我家买东西吃，有没有吃坏过肚子呀？没有啊，姐姐你家的东西最好吃了，又便宜又干净，比其他地方的好多了。我妈妈说姐姐家的东西可以放心买，她都给我在这里买了好多年零食了。之后，我找了个机会，跟几个比较熟悉的家长聊了聊，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们。家长们一听都炸了，还有这种事，太缺德了！老板娘多好的人啊，那个天杀的！我们一直都是买你们家东西，从来没问题。他这是污蔑。我知道口说无凭，但现在那个柳如烟在网上胡说八道，对我们影响很大。我想，能不能请你们还有孩子们帮我们做个证？当然了，不需要你们做什么，就是说句实话就行。这有什么不行的？必须的。对，不能让好人受冤枉。我让我家小子给你作证，他吃了你们家5年零食了，壮得跟牛絮子似的。很快，有几十个孩子和他们家长组成的证人团就自发形成了。与此同时，被拘留了几天的柳如烟，因为情节轻微，加上他家人苦苦哀求并预付了部分赔偿，被放了出来。他一出来，就在本地的论坛、贴吧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发帖：黑心小店贺记超市售卖毒食品，致使多人中毒住院，天理何在？实名举报无良商家，官商勾结，维权无门。帖子里，他极尽歪曲之能事，把自己包装成揭露黑幕的英雄，把我们母女描绘成十恶不赦的奸商，还附上了我妈店里模糊的照片和公司同事食物中毒的虚假描述。他甚至开通了短视频账号，哭得稀里哗啦，讲述自己被陷害、被打击报复的悲惨经历。不明真相的网友被煽动，开始搜寻我家小店的信息，电话骚扰，甚至在评论里亲切问候。赵姐和几个知情的同事气不过，在网上帮我澄清，但很快就被柳如烟请的水军和不明真相的网友的问候声淹没了。闹吧，你现在闹得越欢，到时候脸就被打得越肿。之后我联系了赵姐，拿到了柳如烟购买奢侈品包的电子版小票，和那些愿意帮忙的家长、学生们建了一个群，名字就叫正义联盟。是时候收网了，柳如烟，你以为网络是你的保护色？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玩火自焚，你点燃的这场火会把你自以为是的伪装烧得干干净净。我选在周六晚上8点，黄金流量时段，直接用我的个人短视频账号开启了一场直播，直播间的标题直接点名实地探访黑心店真迹超市，回应实习生柳如烟的所有指控。这个标题瞬间吸引了无数吃瓜群众和之前被煽动的网友涌入直播间。开播几分钟，在线人数就突破了1万，弹幕飞快滚动，大部分是鸟语花香和质疑。黑心商家还敢开直播？退钱赔钱！老板女儿长得人模狗样，心这么黑。支持柳如烟，打倒无良商家。我调整好手机支架，镜头对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店铺和我身边桌子上准备好的几样东西。大家好，我是真优秀。真迹超市是我家开了20年的店，最近关于我家的很多不实传言在网络上传播，今天开这个直播，目的只有一个，用事实说话。我没理会弹幕，直接拿起一叠厚厚的用标签纸做好标记的文件夹，将单据在镜头前一页页展示。这些是我家小店近3年来所有食品类商品的进货单据、供应商资质以及对应的质检报告复印件，每一笔进货来源清晰，手续齐全，欢迎任何有资质的部门随时来查。接下来，请大家看几段监控录像。第一段就是柳如烟在店里专挑破损包装的肉脯，第二段是她为了几毛钱辣条跟我妈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段是她索要临期品做赠品的嘴脸。弹幕的风向开始变了。我的老天来，这女的好恶心！原来是她自己非要买便宜货啊！还说慈不喜人，这是人话吗？看来有反转。我接着放出了柳如烟多次采购的低价票据照片，和她购买奢侈品包包的小票照片对比。柳如烟用远低于公司预算的价格采购劣质临期食品，却对同事宣称是高品质下午茶，而省下甚至可能虚报的钱，她用来购买了这款价值近万元的奢侈品包包，这就是她所谓的维权和揭露黑幕。此时的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已经突破10万，弹幕彻底反转，全是亲切问候柳如烟的。就在这时，店门口传来一阵喧闹声，只见几十个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整整齐齐地站成几排，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张手写纸牌，一致证明我家店的清白。这家店的零食很干净，最好吃，我们全班同学都可以作证。各位网友，我们是附近学校学生的家长，这家超市在这里开了20年了，我们的孩子都是吃他们家零食长大的，老板娘为人厚道，东西从来都是明码标价，质量有保证。那个柳如烟完全是在污蔑我们这些老街坊，都可以用人格担保。
事实就是这样，柳如烟因为工作中的过错被公司开除，却怀恨在心，捏造事实，网络诽谤，甚至上门闹事，推搡我母亲，导致我母亲心脏病发，至今仍在住院。我们一家本分经营小店20年，从未想过会遭遇如此无妄之灾。对于柳如烟的侵权行为，我们已经委托律师正式提起诉讼，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随后，我结束了直播，这次的直播录屏被疯狂转发，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这一仗我赢了，但对于柳如烟这种人还不够，他必须为他对我妈所做的一切付出更惨痛的代价。法律的审判和社会的鞭挞才刚刚开始。一夜之间，舆论彻底翻转，真迹超市从人人喊打的黑心店铺，变成了被无良实习生坑害的良心老店。而我从一个极度实习生、心肠毒的坏前辈，变成了沉着冷静、用事实说话的正面典型。柳如烟则彻底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之前柳如烟发在论坛、贴吧的维权帖，下面全是汹涌的问候声，博主不得不批量删帖锁帖，而他的短视频账号更是被平台永久封禁。之前那些被他煽动、跑来骂过我家店的网友，纷纷跑到我的账号下道歉，或者去各大点评网站给我家小店刷5星好评，试图弥补愧疚。周一，我回到公司，刚进办公室，瞬间被同事们围了起来。优秀，你来了，你妈妈怎么样了？我们正说下班一起去医院看看爱呢。哎呀，优秀，之前真是误会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柳如烟是那种人。就是他太会装了，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你那天直播太帅了，直接把他锤洗了。现在知道来说好话了，当初优秀被冤枉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吱一声？闻言，那几个之前附和柳如烟的同事顿时满脸尴尬的散开了。别理他们，都是墙头草。老板在办公室等你，说有事跟你谈。我点点头，走向老板办公室。老板看到我，脸上是前所未有的热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优秀啊，快坐快坐，你妈妈身体好点了吗？公司决定给你妈妈出一部分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你看。谢谢老板，不用了，该谁的责任，法律会有公断。之前呢，公司也是被柳如烟蒙蔽了，这件事公司也有失察的责任。你放心，公司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柳如烟职务侵占和诽谤的法律责任，绝不容忍这种害群之马。这不过是公司在舆论压力下的补救和切割。如果当初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盲目相信柳如烟省钱的表象，很多事情或许不会发生。我相信公司会公正处理。另外，公司经过研究决定，撤销之前对柳如烟的一切不当表扬，恢复你行政采购的职务，并且鉴于你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冷静和担当，决定任命你为行政部副总监，全面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薪资上调50%。谢谢老板，我会尽力。从老板办公室出来，我发现公司内部群已经炸了，人事部发布了正式通知，开除柳如烟，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之前一直沉默的同事们，此刻仿佛集体打开了话匣子。支持公司决定，这种人就该严惩。我早就看他不对劲了，天天装清高。他之前还问我借了500块钱没还呢，何止，他还偷偷用我的化妆品。各种关于柳如烟的黑料被爆了出来，真的假的混杂在一起，把他描绘成一个贪婪、虚荣、品行低劣到极点的人。真是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而就在这时，更劲爆的消息在网络上悄然传开，一个自称是柳如烟前男友的男人接受了某个自媒体的采访。大家别再被他骗了，我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我就是个普通打工的。那个奢侈品包90%的钱是用我的信用卡分期刷的，剩下的是他用在公司挪用的钱补上的。结果包刚到手没几天，他就跟我提了分手，账单现在还是我在还。他不仅贪公司的钱，连我这个前男友的血汗钱都贪啊！这个前男友的爆料，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柳如烟的形象，从一个可能有点虚荣但或许情有可原的实习生，彻底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到极点的骗子、捞女。没有公司会再要他，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限。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柳如烟的家人试图帮他换个城市生活，但网络时代，他的事迹早已传开，几乎无处可逃。现如今，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精神濒临崩溃。他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原本可能拥有的一切，这很惨。但比起他带给我妈的痛苦，比起他差点毁掉我家20年心血的恶毒，这还远远不够。法律的审判还在后面，我要的是让他在法律的审判台上输得一败涂地，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委托律师的电话。张律师，关于柳如烟故意伤害和诽谤的案子，我想追加诉讼请求。开庭那天，旁听席座无虚席，除了媒体，还有一些关注此事的市民和前公司派来的代表。法警将柳如烟带了上来，几个月不见，他几乎受拖了刑，但依旧用怨毒的眼神地盯着我，对他的所有指控，职务侵占、诽谤、故意伤害，他全部否认。他
他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更是苍白无力。轮到法庭调查阶段，检察官开始出示各种证据。轮到故意伤害部分，检察官出示了我妈的病历、伤情鉴定报告，以及当时在场的那2位工商局工作人员的证词，证实柳如烟确实有推搡行为，并直接导致我妈病发。被告人柳如烟，你对上述指控和证据有什么要辩解的吗？辩解？我有什么好辩解的？这都是圈套，是真优秀是好的圈套，是他故意让他妈卖那些便宜东西给我，是他引诱我犯错，他嫉妒我，嫉妒老板看中我，所以他处心积虑要害我。那些证据都是他伪造的，那个监控是他剪辑的，小票是他 P 的，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我不服，我冤枉。说着他状若癫狂，法官多次敲锤警告无效，最后法警强行将他按回座位。原告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或陈述？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唤一位新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准许。当证人走进来时，旁听席再次响起一阵骚动，是那个在网络上爆料的前男友。他显然有些紧张，但叙述清晰。柳如烟彻底破防了。最后，法官开始宣读判决书。被告人柳如烟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零3个月，责令被告人柳如烟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赔偿负担民事诉讼原告人真优秀个小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15万8千元。不，我不服，我要上诉，你们冤枉我。法院驳回了柳如烟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这个消息在网上迅速传开，很多人都当作网红打卡点来打卡。我家小卖部的生意相当火爆，而我的心里有了个计划。爸妈，我想把咱们店改造一下。现在咱们店有名气了，但光靠网红热度不长久。我想把咱们的店做成一个品牌。品牌？这怎么做？第一，把店面重新简单装修一下，弄得亮堂干净些。第二，开通线上商城，不光卖零食，还可以卖一些咱们本地的特色点心、怀旧小商品，主打童年回忆和社区信任这个概念，做一个社区便民优选。我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店面改造后，生意越来越好，我和父母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